你该换我兄长金光瑶纠正道，秦素从今天起就死了，我会送你离开兰陵，给你安排一个新的身份。秦宗主、秦夫人那边我会去联系，你以后就用新身份生活，知道吗？秦素掩面而泣，她实在想不通，怎么突然自己的夫君就成了自己的兄长。房间里秦素的抽泣声一直不曾间断，而金光瑶只是静静地陪伴在伤心的女子身边，一如婚前那晚沉默的伫立。心爱的女子变妹妹又是多么的讽刺，而这一切都是拜自己的好父亲所赐。金家有好戏看，你们去不？周云懒懒地靠着一旁的柱子上，歪着脑袋问道。魏婴揉了揉眼角，张着嘴打了个哈欠，用肩膀撞了撞身边的蓝忘机。蓝忘机稍微有点担心，魏婴太容易被那些人认出来了，只怕又将炼尸场一事推责到魏婴身上，继而对魏婴喊打喊杀。前辈，魏婴恐被认出蓝忘机，沉思片刻后说道。周云眯起眼打量了一下魏婴的脸部轮廓，挑眉道：要想换张脸还不简单。魏婴惊讶地看着周云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，看着对方不怀好意地靠着，忙缩到蓝湛身后。周兄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我这些东西呢，可以给你换张脸。蓝公子此番去金家，恰好可以回自己家打听一下消息，你呢就跟着我走吧。周云顿了顿说道，随后对着蓝忘机说道，你在外面待着，待会给你一个惊喜。话语间，周云推着魏婴走进了房间。周兄，好痛，我的眉毛，忍着点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咳。为什么还有女儿家的胭脂？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两人乒乒乓乓一番折腾，只见周云整了整衣衫，开了房门，对着屋内说道：出来吧。蓝忘机蹙紧了眉头，眼前这个黑黢黢的看起来傻兮兮的真的是魏婴。可不是说不好看，还是很好看了，就是和之前的魏婴比更可爱了。蓝忘机虽然不想承认自己好像真的有点颜控，好不好看？周云半眯着眼，像急了一头随时准备出笼咬人的豹猫，语气虽是轻描淡写，实则暗藏杀机。魏婴很满意的转了个圈，像献宝似的凑到蓝忘机面前，看到蓝湛稍微蹙起的眉头，魏婴拿起一侧的袖子遮住脸庞，假模假样道：好你个蓝湛，当初我全心全意待你，不嫌你木头木脑，如今我这脸毁了，你就不待见了。周云当即扫过一个刀眼，大有蓝忘机说不好看就撂挑子走人的样子。蓝忘机微微垂头，很认真地看着魏婴的星星眼说道：没有毁，很可爱。周云很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佳作得到了满意的回复，大臂一挥，那今个就可以朝兰陵去了。对了，齐家那怎么说？周云其实明白齐家既然生了退隐的念头，不大可能轻易出事。魏婴家与齐家或许有交情，但那都是上辈人甚至上上辈人的交情，光凭交情让他们出来对金江家两大世家打对台赛，可能性不大。魏婴想起祁阳对自己的承诺，又想了想自己可能遇到的挑战，自己一家对百家，再拉一个齐家下水，属实有些不厚道。自己乱葬岗被围剿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，温情一脉的死，总该有人为之偿命。齐叔去拿证据了，他说他有证明金光善与江婉银参与炼尸场的证据，他会去。魏婴，杀人者人恒杀之，辱人者人恒辱之。周云只是瞥了眼淡淡，开口提醒道：齐家既然愿意出面，那十有八九就稳了，再加上自己散发的那些童谣，天命选中之人重归于世，便是天命所归。到了金家，你还是喊他远道吧，我也会改口的。金光善，你无耻，你个卑鄙小人！哐当一声，金家的牌匾被拆了下来，砸在地上。金家的女主人呢？金夫人在下不才，愿当面请教。寂静的夜晚，金陵台的灯火通明，门口的喧哗声引起长老们的不满。屋内金光善又各种发泄，金光善善谋，能在深不见底的金家稳坐钓鱼台，可见其一斑。若非不得已，这些长老们对金光善也是敬而远之。扶我起来！金光善感受到下身的痛楚，面不狰狞地说道：秦苍叶这个蠢货搞偷袭，一个女人而已，非要让秦苍叶不得好死。外面喊的又是谁家的？真把我金家当街边的餐馆了，谁都敢来叫骂一番。回宗主，是赵家家主，听闻是夫人之前设赏花宴，
门子弟子惴惴不安地看了看金光善低沉不善的面色，支支吾吾也赶没继续说下去。宗主，你往日寻花问柳，我等也就睁一眼闭一眼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去动下属之妻。你看看脸方尊和秦家结的这门亲，这成何体统？大长老拍了拍自己的手，痛心道：秦素与金光瑶的婚事就是金家百年之耻，那是要定在耻辱柱上的。动就动了，一个女人而已，就是没想到还会生下我的种，如此看来也不过一个骚浪蹄子。金光善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，移动身体带来的下体刺痛让金光善面色愈发不善。外面的赵家是吧？请赵宗主进来了，就说夫人有请，让夫人去应付。